沈度醉酒告白，严姓主动献吻，同处一夜，醒来称呼都变了。看似严姓嫁给沈度是为了弥补三娘逃婚的目的，可实际上是因为她从见到对方的第一人就认出了他是在10年前曾经救过自己的恩人，所以严姓一直不觉得当初善良的沈度会成为如今的白无常，而他们的婚后日常也充分证明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是却未曾像严姓一样认出他，所以哪怕有信物在手，他也没有主动坦白，反而把彼此放到了陌生人的位置上，做好了名义夫妻的责任。沈度看似对他残忍，实际上暗中照顾和关怀，就连自己夜里必备的灯笼也都全部放暗了亮火。在严姓被唐夫人抓到以后，为了救他，在黑夜里也奋不顾身，武功高强的他甚至为此受伤，可嘴上却还依然逞强。好在严姓看得明白他的真心，二人的心也因为这次的意外逐渐靠近。奈何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两情相悦就能够在一起的，因为沈度的地位和能力，张相一直嫉妒他，想要暗中监视，而严姓也被他拿捏把柄，不得不充当了这个间谍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沈度在知道以后，心里一定会产生背叛的感觉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之所以得知这件事，还不是严姓自己坦白告诉他的，而是永安公主因为嫉妒想要得到他才会告知于此，为的就是挑拨他们的婚姻。事实证明他也成功了，可沈度也不是不明是非，在他得知严姓的背叛以后，不能接受大罪一场，不明真相的严姓还一直在照顾他，所以沈度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决定放任自己大胆一次，舍弃了一切主动告白。严姓为此感动不已，主动献吻，他们就此有了成婚以后的第一次。严姓以为他们在今晚过后醒来，关系一定会有变化，哪曾想沈度揭穿了一切，甚至称呼他为张相的走狗。严姓当即如坠冰窖，崩溃不已。严姓圆房扶摇而出，大骂沈度不是人。沈度喜当爹，从严姓嫁给沈度的第一天起，他就没有后悔过，表现出来的那些抗拒和挑刺，也不过是因为对方没有认出他的身份罢了，甚至还是在他时刻带着儿时信物的前提下，沈度就像失忆了一样，所以严姓对此介怀不已。可自从他意外落水，被沈度就上来照顾以后，他的感情就发生了变化，曾经的介怀和伤心都因为这一次的温暖而感人，甚至融化成了心底的喜欢。殊不知沈度也同样如此，其实他从和严姓成婚以后就发现了他是谁，只不过他太痛恨那段记忆，所以无法接受和他共度过的严姓，哪怕他曾是小时候的救赎，所以沈度一直明里暗里忽视他，可他还是小看了人心。原来在感情的面前，不管多么冷漠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，因此他还是沦陷的彻底。特别是在唐夫人险些真的伤害了严姓的时候，沈度再也不想因为所谓的顾虑去放弃自己爱人的资格，所以他哪怕有夜蒙症，还是不顾安危救下了他。也是在此时，张相派出的手下看准了时机，想要一举除掉他。沈度因此被人刺伤中毒，严姓亲眼目睹，伤心不已，也彻底看清了对方的心，所以在沈度接受治疗之后，一直陪在他的病床前，就怕他突然高烧无人在乎。哪曾想对方使用的药物中竟然有一缕催情药，沈度本就受了重伤，根本就抵抗不住药性的威胁，而严姓也没有打算逃避，履行了自己身为妻子的责任，二人就此春风一夜。他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就后悔了，大骂沈度不是人，因为他为了照顾病患迁就沈度，劳累到扶摇而出。不过他们也因为这次的肌肤之亲，对彼此表明了心意，从此以后恩爱不要。严姓甚至在此之后不足3月就被诊断出了喜脉，沈度得知以后激动不已，对待妻子也更加贴心。大结局，沈度成功翻案证清白，携手严姓归隐，来罗之最惨。严姓师承刑部大狱都司，空有一身本领，但无处施展，只能在刑部应聘一个小小的书吏，做些端茶倒水擦地的活，所以一直在等3年一次的招生考试，真正成为刑部议员后就能独自办案。谁曾想中途突发大意外，他3姐逃婚后即将面临千夫所指，为保家族性命，他只能替婚嫁给沈度，还要做张相国的内奸监视沈度。为贤王之后起兵谋反做铺垫。严姓得知父亲卷入朝堂纷争后，简直恨铁不成钢，无论贤王还是沈度都不是他们能招惹的，何况其中还牵扯英王一党。一想到自己只是坚持查案，涉及到了对方一点利益就被罚跪以及被戳破脑袋，他就有些恐惧，但不查案是不行的。近期这起杀人案涉及多名少女失踪，他不仅要深查，还要一身设局，不料真正凶手竟是唐大夫人。严姓被救后急忙告知沈度，并将当初其和英王乘同一马车说了出来。沈度闻此瞬间变脸，想不到从不过问朝政之人，
竟豢养这么多妙龄少女，其心思显而易见，就是为了争取一席之地。对于朝政，沈度并无野心，他只想有个明君即位后帮沈家翻案，揪出幕后主使乃至陷害之人。期间若是遇到阻拦，就佛挡杀佛，神挡杀神，所以一直将来罗织当成对手。严姓很庆幸陆垂垂和来罗织无关，不然两人也要走到敌对地步，因为他不止一次看见对方盯着陆垂垂的戒指发呆，并在陆垂垂大婚时穿着喜服独自伤神，而沈度则在之后成功翻案，还沈家清白后携手严姓归隐山林了。